个今天其实彭皮有带来，就是说起诉书啊，你讲说这国家起诉你啊，但是也有很多人在讲说，啊，不是有起诉也有不起诉，到底怎么回事？对我今天觉得说是不是你搞错了？就是说不可能同一个案子、同一个事由、同一个检察官，怎么会有两个事情？我昨天看那个有的政论节目，还包括国民党的委员，包括了一些议员。他们真的没搞清楚，他们以为有人觉得我是不是在开玩笑？好，有人认为说我一定是在讲某些事情不可能是真的，有人说是不是我民事起诉刑事不起诉？好，有人说这一定是两个不同的案由，错了。我今天拿来就是要请世界上第二公正的主持人，我不敢，替我认证，这个叫做起诉书，认一下，这叫不起诉书。两个检察官都叫黄伟。真的，我看上面真的对上面的粗黑的这个标题就是一个被告是起诉书，一个是不起诉书，两个都有我，两个都是有彭文正，对，只是有一个我跟林焕香跟贺德芬一起嘛，就是他，然后两个都是110年度侦字第603号，同一案嘛，同样没错。对，之前虽然我在节目上有看到过，但我今天对我今天为了要渡悠悠之口，就说你们以为我 K 笑啊吗？彭皮 K 笑啊吗？没有啊，看好哦，一模一样，同一个暗号哦。会不会上面有个字？要不要遮一下？没有关系，只有说我20岁嘛。对，好。OK， 真的是，可是这个在法理上真的是说不过去啊。对，所以这个你看这个很清楚，起诉书不起诉书是同一份。会不会5月4号这个庭，你一开始你会主张这件事情？我先搞清楚吧，我先搞清楚到底我是被告了还是没被告啊？你看嘛，一模一样的东西啊，完全一样啊，暗号相同，对不对？然后最后检察官是一样的，检察官一样的，对，就一模一样。所以我同时收到起诉书跟不起诉书，也就是这份，而且也就是这份起诉书说你就是为了要这个用这个比较耸动啊，为了比较不实的，为了生计啊，然后对，那我就想奇怪了，马英九时代啊。我在那时候刚好在震惊现实批，我在一电视的时候，我也是轰马英九轰到头发都卷起来了。我相信现在很多观众当时很讨厌我，对不对？一定有人说我以前很讨厌你，现在觉得就很喜欢你，注入很多。以前很讨厌过我的，请加一。好，我刚刚可能会爆表。我刚刚那个说希望你未来当国安局长的加一已经很多了。OK， 那我现在在看到以前讨厌彭批，现在喜欢彭批的加一。对，好，那这证明什么一件事情？那马英九执政的时候，我就不顾生计了吗？我就不暇愿报。根据网络报道，那时候你身价很高啊。难道我就对我的意思？我那时候我这样修理马英九，难道我就不顾生计了吗？不怕他？我只有修理蔡英文的时候，是为了生计吗？对不对？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检察官说我为了生计是如何的逻辑啦。对啊，但是回到这一起论文门的官司，你看讨厌我的好多。OK， 当初讨厌的这个是你这个结100，当初讨厌现在哇真的很多不好意思对不起刷不完了。可是我没有我要跟你们说对不起，但我没有做错，因为我就是永远的监督执政党，永远监督在位者。也许我们讲的东西，有些东西可能事实证明有一点出入或什么，但这个是我们媒体人的有时候没有办法的事情。媒体人因为媒体没有调查权嘛，但是我们当然知道事情，但我们认为哪边有疑，哪边觉得不对的地方，我们提出来嘛。对，大概是这样。尽量有人澄清，我们就一定会更正了，这是我做媒体人一向的习惯。对，但是我比较好奇的就是像，比如说在上个礼拜到我们这个礼拜中间，除了彭批出了一个庭以外，还有贺德芬贺老师也出了一个庭，就是他告教育部的所谓封存论文的事件嘛。对，那我比较好奇的是说，当初说这个所谓的升等资料这件事情是机密，彭批说今天要为我们这个论文门开箱带来一个爆料，这个独家爆料，所谓的封存的升等资料是真的是机密吗？好，升等资料分好几个，那教育部被我们逼到墙角以后。就终于说，因为他第一个庭说是机密，第二个庭说是机密，开庭的时候，到第三个庭翻供，说这个不是机密，为什么？因为他被他被贺老师攻到了墙角，说这怎么会是机密？你告诉我哪一条法律？没有一条法律可以从1983年封到2049，那是66年呢。66年，对，66年呢。你告诉我什么机密可以封66年？
反攻大陆的机密也不用到66年啊。所以他哑口无言之后，他只能改口，这是他们的诉讼策略，因为他再凹不下去，而且会有违法的问题，他就说没有机密。那你前面是在整校委嘛，帮那个包括那个诉愿委员会的诉愿裁决书，所以这些公务人员每一个盖过章的都会被我们告，就到头来真的会告好告满。我真的是希望，我跟这些人没冤没仇啦，我连他们是圆的扁的我都不知道，我只是希望借由这个案例，能够为台湾的司法官箴，还有这个所谓的公务人员，能够立一个规范。将来你的长官要逼你的时候，你就说没有，对不起，我没办法，因为前面的人已经被起诉了，或者前面的人已经这个被判刑了。好，那现在被逼到墙角之后，教育部的说法就是说，我可以给你的东西只有履历表。履历表我要干嘛呀？履历表，4月1号这个打开，好啦，我这个不是机密，我打开来给你看，对，就是一个履历表。愚人节嘛，他说我们可以公布履历表，我们可以公布这个当时的毕业证书的影本，还有这个学位的影本，好像是这个意思啊。那毕业证书的影本，他还补了一句话说我们比对过，那我们就问他说你确定那个是对的吗？他说我们比对过，我们跟政大的那个拿到的毕业证书的影本是一样的。影本跟影本比对啊，正本的正本，这就好像说我们3个去我们3个去做伪钞，做完伪钞以后，警察问我说：“你确定这个伪钞是真的吗？”我说：“真的。”为什么？因为徐府有一张跟我一样的。对，我的伪钞我也觉得是真的，所以这2张伪钞看起来一样，所以它就是真钞了。这就是我们的教育部的逻辑哈。那教育部呢，被逼到墙角之后，他就说：“我手上只有这些，其他的我通通还给了蔡英文。”我通通还给他，所以我在节目中有说过，我说他在跳船了。我把责任踢掉了，因为你们把他逼到墙角了。你别问我了，我没有，我还了。还了以后有个问题，我待会记得我讲忘记了，你提醒我。好，我来记一下。好，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些东西是不能给的，我有但我不能给。什么东西呢？就是送审的审查意见跟审查的这个结果，这我不能给，这是机密啊，任何人要都不能给。今天呢，博士的审查的这个是机密，对，因为我是没读到博士，我真的不知道，这原来是机密，是不是？那当然不是啊，你看哦，黄伟呢这个检察官很有趣了，他去调阅我告蔡英文，蔡英文告我的案子当中呢，他竟然跑到台大去调了我的什么呢？大家听好喽。台大109年6月3号校人字第109004019号函即被告升任副教授之程序资料，教育部109年6月17号台教高5字第109008259号函即被告担任教职及升等之审查程序资料。他把我被告就是你，对，被告他把我在台大所有的聘任升等资料全调出来了。不是啊，这是机密耶。这不是机密吗？这不但是机密啊，照法官的讲法，这检察官的讲法，这不但是机密，而且干你啥事啊，黄伟？我是被告，我又不是因为学历伪造被告，我也不是原告，也不是因为我的学历有任何的问题，我就算是乞丐，我就算没读过书，我也可以当被告啊。所以我调查蔡英文的学历这个案子，你去调我的干嘛呢？他是不是他想要先证明你的学历是假的吗？他就是1450，你知道吗？因为1450在第一时间就有人上网去放消息说。彭批论文找不到彭批当年呢升等有问题，你就是自己没有，你在质疑人家没有，对。然后那时候我根本不屑一顾，我根本懒得理你因为我就是幼稚园毕业，你要怎样？幼稚园毕业可以当街头艺人吗？可以啊，你不要断了没读书的人的一条生路，好不好？所以我完全不去理会这个东西。黄伟去替1450调查了我的升等资料，这些我其实没有意见那证明一件事情，就是升等资料不是什么机密嘛，不是什么机密，我来看一下。第二个就是说，对，他就说升等资料。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其实我觉得黄伟我最不满就是说，你把我的升等资料调出来以后，你为什么不大声朗读呢？不把我的评审意见大声朗读呢？今天我把这个独家，所以今天黄伟，好，你看我是评审资料，还有我的评审分数。彭批带了当年他升等教授的我可以拔一眼来看看吗？我拔一眼，对，我泄密我会不会跟你一样被办？不会，我会很高兴，因为我很巴不得有人帮我。对，你要帮我出庭作证哦，是你同意我的。对。好，我朗诵一下这边有综合意见，然后有教学、研究、服务3个项目的评分，合计起来
人家讲说87分不能再高了，这个是比87分还要高，87.8分。对，应该是87.87才对啊。87.87，这不是开玩笑，87.8分。80分是及格，对。80分是几个？这87分应该算很高吧？我们当年以前没有更高的，就是在传播学界，我敢讲就敢被挑战了，对。就至少是空前啦，现在因为绝后代不不至于啦，后面应该有更厉害的人。好，那我来念一下喽，这可以念哈？可以，没问题，大声朗诵，对。我来带那个欢迎转传，传给蔡英文，贴总统府。带黄伟检察官来念一下喽。彭文正副教授在研究方面的代表著作专书，获得该领域审查委员罕见之极高评价。其专利发明的特殊成果，不但应用在教具教材上，亦在产学合作上有所贡献。等等等等等等，哇，好了，这个还有这个我看一下哦，是。尤其指导学生之论文作品获得国际和国内特殊奖项，皆为台湾该领域之首例，尤其值得肯定。在服务方面，其校内校外的服务，无论质或是量，都相当杰出。整体而言，由经济、政治、社会、国发和新闻所5个系所各一个代表组成之新闻所教评会，最后做出一致极力推荐之共识决议。哇塞，这有点像自己写的哈。对，我在想说，我要检验这份文件真的是假的。对，假的。这写到这样子哎。当然这个反正升等嘛，难怪你生气，说检察官不讲。对啊，他看完这个之后，为什么不把这贴在或者放在我的那个判决书里面呢？对吧？这个被告因为升等的时候太过顺遂，于是挟怨报复。诸如此类，对啊，是，所以这怎么会是机密呢？我坦白讲，我觉得每一个教授升等这些东西都应该公布。为什么？就好像你做一个产品，你做个 iPhone， 你有客户对你的评价，或者是说什么商品检验局对于这个 iPhone 的什么各种什么电池稳定度啊，什么通讯品质，你本来就应该，那不然学生怎么知道你那个老师真还假的呢？你连论文都封锁，还有那个。台北大学不是有个江雅琪，他要把自己的论文也封锁。你封锁以后，你的学生要怎么知道你这个老师到底是诈骗集团还是妄众适龄呢？所以我说，我不知道教育部为什么要封锁教授的升等审查或者相关的资料。最多说到说审查人的姓名不要公布，免得好像有人说不敢得罪人。万一我讲的是好听的没错，但我讲难听的怎么办？不敢得罪人，对，那我还可以接受。但是审查人的资格要好好审哦，不然变成是我的房客审我啊，或者我的房东付早餐含税的人，那对不对？那怎么办？所以我真的觉得升等意见、升等分数、升等的相关内容没有理由封存啊。结果今天所有事情到蔡同学身上，全部变了调。不应该是因为他是总统啊，你是这个可能新闻媒体人，所以有所不同吧？应该是标准，应该要有所不同。他要比我更严，他要对，因为他可受公平啊。我的程度怎样不干就没什么关系嘛，对不对？他今天是总统他应该被揭露的程度应该更大于一般人嘛。但是我现在听说，现在教育部开始也否认说有什么所谓的封城，对，但是。之前2019年的确，我看那个高教司长他在面对不管公听会或什么时候，他就讲说这是我内部的决定要把它封存，他其实讲的蛮清楚的。然后但是问说到底是内部是谁？目前这个人是不讲出来的，他不敢讲。所以贺老师要告教育部是为了逼他们把这个人讲出来，到底他们要把当时做决策，你不可能说这个高教司长。突然开个会跟大家讲说，这个档案封存，他就封存，他一定经过层层的公文，一定有人盖章，上面每盖一个章的每一个人，凡走过必留下痕迹，这些人都会被告。我说真的，你们比较倒霉，但是你们也不能说你们倒霉，你们咎由自取。你们这个案子因为牵涉到总统，牵涉到被告了，然后牵涉到我们这些街头艺人，还有这个望重士林的2位学者有无比坚强的毅力，所以我们会追到底。或者你们以前常干这种狗屁倒灶、见不得人的事情，都没有人有事，但是这一次一定有事，我给你打包票，你们一定有事。但我好奇哦，像比如说彭批上礼拜5借着尿遁，你去提了一个民事，贺老师也在这个出庭的时候又再加告一个民事。下礼拜也不是下礼拜啦，5月4号这个庭，对，会不会
在这个诉讼案这边又多了一个案子，就是这是一个策略行动嘛。5月4号的这个案子会不会有什么特别事情，我还不知道，因为我们通常都是即兴演出，因为我无法预计我那时候会被尿急啊，所以我们会很清楚的来应对。第一个我先要搞清楚我到底有没有被告啊，我今天来这到底是该来还是不该来？我真的不知道，我先解释一下吧，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其实我可以贴出来了哦，我可以把这个公文，我把这个起诉书跟不起诉书，因为这个已经是公开的资料了，我们可以贴出来给大家看，请全世界的法律人告诉我，一个人同时被起诉，又同时不被起诉，而且检察官是同一个人，然后案子也是同一个，是一模一样啊，就是反正诽谤这一类的东西，同一件事情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我先把它搞清楚吧。我先搞清楚，就是法官有没有搞错人？就是拿着2份起诉跟不起诉书跳进去又跳出来，一下是被告，一下是路人。然后我其实你知道我们的律师，我们都讨论过，很好，我这个很好答辩啦，我就把不起诉书附在那个我的答辩状当就好了。就是说那个黄伟检察官说我基于什么什么什么，所以不起诉。所以你问我当时的犯行有没有承认，我就告诉你说。检察官已经帮我写好了我的答辩状，对吧？我就把不起诉书当我的答辩状就好了。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荒唐的事情，而且这个事情是社会瞩目、重大瞩目案件哦。怎么会这么荒唐？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楚。但是这个论文门事件，这个后续要好好谈。那我今天准备了一点点的时事，我想要问一下彭批，这个昨天热腾腾的出来。早教的事件，就是让我们知道潘忠政这个潘老师，他之前可能跟蔡总统也见过好几次面，也蛮有交情的。但昨天这个第5次，因为世界地球日他们见面之前，他就说他觉得是没有希望啦，他觉得说看起来很多人跟他讲说这是政治的决定。但出来之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小英是局外人，跟他前面想的都一样。很多人媒体解读说。他在讽刺小英是局外人啊，把事不关己。但是我看了整个语音，他的说法，他认为是有人蒙蔽了蔡英文。可是我看到总统府的回应蛮特别的，总统府直接派着张敦涵出来，就是说，你如果觉得说你的心情沉重，那你心胸要打开一点啊。其实我觉得看起来潘忠政老师还是觉得很相信蔡英文，我不知道等一下那个潘老师怎么看。但是呢，总统府是。很冷面无情，就是一巴掌打过去了。就是你们这些人就是心胸狭隘啊，心胸不打开，你不打开，你当然心情沉重啊。不知道你怎么看？张敦涵也用那个狭怨报复，为了生计吗？也用这个词吗？他其实还可以多用，就表示他迟早还没有用到那么还没有像到对你这个等级。就他的词汇，总统府的字典现在词汇还算蛮丰富，没有重复使用。那我其实这么说啦，包括我们。曾经支持过民进党或支持过蔡英文的，我们很多人都是所谓的社运分子嘛。其实记者10个8个都留有社运分子的血意，有点叛逆的那个血意。我们本来就在监督政府，然后看一些东西又看不惯，这就是我们会走上这一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谁执政，我们监督谁，这个就是一个做我们这一行的人应该做的事。可是你知道，台湾现在的所谓社运的这些人，全被收编了，几乎没有一个幸存。你看看，像以前像关中天这种事。我给你保证，如果这是马英九干的，我跟你讲，总统府的那个顶楼的旗子都被拆下来。太离谱了。对，保证这些社运分子一定去干这种事情。以前光是党政军退出3台，我们就已经多少冲撞，结果无声无息的关掉政论节目，收掉电视台，然后这一些事情竟然通通没有声音。你们先，在我们先，连写个文章都没有，这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民进党或者蔡集团，他们其实早就把这些人收编了。你去看啊，激进、时代力量这些小党，什么社民，更不要讲社民，直接把范云主席抓来，直接拉过来，直接卸任主席，对，先抓过来，先给你位置，再告诉后面的主席说，看着喽，这个位置下一个就是你喽。好，用这种方法在收编。好，那所以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社运的人了，这个社会少掉了所谓公民团体之后，这个国家就很危险了。因为在野执政这2个党可以分赃，已经没有那种所谓的不涉及利益的社会团体，这个国家就危险了。那我说像潘忠政这样的
我们把它把它姑且把它讲社运人士啊，不要讲社运分子啊，社运分子是那个两蒋时代用来形容对坏分子，坏分子、台独分子，这加的分子是不太礼貌了，因为我觉得人都可以主张他的理念嘛，啊，早教这个事情也经济重要，环保重要，这种事情这种争吵不休已经几十年、几百年了。民主党、共和党每一个党都在讨论同样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可以心平气和来讨论。但是民进党最大的问题就是，今日之我跟昨日之我是完全矛盾，而不做任何解释。我觉得你好歹出来道歉一下吧。你就叫做时空转变之术嘛。其实包括服贸那些事情，你当时怎么讲马英九亲中啊？那你今天这么做，你有当家的这个困难，那你要出来道歉，替当时被你骂的人，把他给大家一个交代，而且说明现在的情况跟当时有什么不同，逼得你必须要今世昨非或昨世今非。同样的，我觉得像这个环保的议题。那潘宗正老师，事实上我觉得就是谦谦君子啦。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真的不要有太多谦谦君子。对啊，你相信蔡英文真的是局外人吗？那当然不是。是说他被下面的所蒙蔽了，他不清楚资讯。那就算不清楚好了嘛，当场跟他讲，他也应该清楚吧？对不对？他面有难色啊。好，那如果一个总统这么容易成为局外人，这么容易被蒙蔽，那下次总统被人家诈骗390万，我们也不觉得奇怪了，对不对？其实总统早就被诈骗了，被那个 Mr. 阿扎有没有？那个卫生部长是啊，紧阿扎哎，不是只有你阿扎，我们都很阿扎啊。这 Mr. 阿扎跑来台湾，骗了一个什么美猪之后，人家回去以后就下台了。下台了以后就去人家那个民间企业，就你看我大功一件啊，对不对？当成履历表啊。当然，我们被诈骗的情况也太多了吧？更不要讲什么中南美洲、非洲，骗完以后马上断交。所以这种总统，我觉得要测一下智商吧。可是诈骗，我不晓得现在人民会不会被骗，因为我昨天也同时看到一个大内宣，到底是内宣还是外宣，我真的分不清。外交部公布了这个所谓的新闻自由指数，台湾排名亚太第2，这个2021年，对，就是其实跟我们刚才在讲到，彭老师在这里，我们中天在这里，对，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我以为是在怎么讲笑话比赛还是什么？其实我跟你讲啊，你问对人。你知道我曾经被担任过这个东西的评审。是，我跟你讲，这是100%可以操纵的，我真的没骗你。有一年我在台大当新闻所教授的时候，它是无国界记者组织嘛？这无国界组织已经被买了。我讲的不是这个，另外还有一个更好，那时候就是有位女士，是，她跟我联络，一个外国人，一个美国人然后她是这个协会的秘书长。这就是每年公布自由度的，新闻自由度。对，跑来新闻所跟我聊天，然后就问我对台湾的这些东西的看法，他就记录下来。你知道这种组织通常都只有1-2个人，真的，尤其是对1-2个人就跟林医师的名言，整个行政院只有对。那我们2个也可以做一个组织，真的可以啊！现在蔡政府干的事情就是这样而且很多人权组织，什么新闻自由组织。全部都是自己人，他已经把这些人收买到了一个淋漓尽致的地步。不信各位去看看这些组织的背后，你知道我们那个侠新闻，就我们的电子报曾经踢爆过，这一些在海外的所谓什么人权组织的这些团体，亚洲的负责人，他们都曾经来台湾吃喝玩乐过被接见过，而且他们背后的有些基金会都曾经接受过台湾政府的资助。所以这个只是大外宣的一部分，对我来讲一点都不稀奇。你说那时候真的有人去新闻所找，对，然后他是什么样的目的？没有，他就是来做访谈，问问看我对于这个媒体自由度的看法啦，跟相关的看法。但他会找到我，我觉得我记得那时候是国民党执政，对所以他基本上要找什么样的人来从什么观点谈，他可能就找1-2个人就决定了你台湾的这个所谓的媒体自由度，他先把这个设定起来了。但是这个一看就是明显的偏误，为什么？因为正常情况下我们去评量一个东西，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来看，第一个要先观其言，听其言，观其行，对不对？我们做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应该是这2件事情。那观其行一定是重点，听其言是其次。因为每一个人认知不一样，那我要先做的事情，要先来看看你这个政府在过去1年中做了什么事情。对，如果他真的有去看这过去的政府在新闻自由度上面做了什么事情的话，根本不可能打出这样的分数。所以你一看就知道这是买来的，就是外宣啦。
这外宣，但我不知道有没有宣到外面，至少外交部把它感觉宣回来，再让台湾民众觉得说，哎呀，你看我们的新闻自由度还是很高的啊，然后进而合理关掉政经、关掉中天是合理的，这是合理的监控。但是那你只会让大家笑这个组织嘛，就这样嘛，对吧？对，这只会让大家觉得这些组织跟那个什么台湾事实查核中心是一模一样的，同一批人。我的意思是说，台湾做这些所谓的人权自由度新闻的同一批人，然后他们去跟香港夹着这个台湾的，然后去声援香港，然后跟香港的人去合作，然后很多东西这些东西的评估的单位，亚洲的 headquarter。亚洲的 branch 都在香港，所以他们用这种方法去收拢这种所谓的评估单位，甚至给钱各位可以去看看嘛，后面有很多的痕迹。对，但是今天我还要特别留一点点时间，因为上一周这个彭批就是本来说第3首的单曲是那个无言的结局，对不对？对，准备要出，要跟金鱼姐合唱。然后呢，我不是说我想推荐一首这个。被遗忘的时光，然后说要改编一下，我想要请彭批唱。你已经改编了吗？我已经改编了。这首歌非常好听，但是我不是很会唱真的吗？来试试看。我们今天特别蔡琴的 key 很低哦，把手板拿出来。是谁在敲响门窗？是谁订阅开放小铃铛？那一本不存在的论文，是不是？来。对。徐府唱，夜夜听彭批最新进展，是谁在撒不停的谎？是谁在操弄司法官？再来，1983那伦敦的情景，慢慢地浮现在真理的海。那缓缓拼凑的证据，完整的藏在光碟，只有那沉默不语的他，不时地想回到过去。最后，是谁在敲响论文门？是谁在抽丝剥茧？再来呢？记忆中那求学的猫腻，慢慢地浮现他的脑海。唱得好辛苦，这个旋律没有很熟。我觉得不是，是我觉得我歌写词还是真的是一个艺术。我边写的时候，我就觉得彭批写的就会让人家朗朗上口，人家就是说会有点。一直在脑里 repeat， 就是那个就是之前的像读你啊或者什么。没有，因为我比较粗啊。不是，然后我就后来写一写，我现在觉得，怎么办？要交作业，我觉得不行，下次我再努力。但是彭批，你现在这个要出唱片，要这个出书，对不对？然后出这个论文门的书，然后还要拍电影，对。但下礼拜我们要继续讲，请彭批来告诉我们还有更多的内幕，还有更多的。不管是蔡英文的八卦，或是蔡英文，现在看到了是浴室，明天会今天晚上会看到浴室，对。那我们下礼拜还会有什么样的照片，我们不知道。对，我们有很多青春的时光，就是蔡同学他从头到尾从来没有在任何情况下登过他的任何一张在英国的照片，只有一张被抓包嘛。对，他这张是在英国的波士顿拍的。英国的波士顿，英国的波士顿，哇，被抓包了嘛？我颠覆我们所谓的地理位置啊！对，今天又看了这个一个人的孤独星球，然后又看到英国的波士顿，还在美国的伦敦拍的照片，结果那唯一的一张就被踢爆了。没关系，以后我们来公布他的照片。这个来日方长，然后也希望说未来这个彭批还有抽丝剥茧以及宇宙政经学院的这个很多的同学们，再提供给我们更多证据。好，我们今天。论文门开箱到此结束了，对不起，我今天唱歌唱得太烂了，然后直接改得很烂，下次继续努力。好，谢谢彭批，谢谢，拜拜，拜拜。